嘿，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我们去逛一逛法国的农业展。哦，不对，应该叫法国美食展。Salon International d'Agriculture， 也就是法国国际农业展，简称 SIA， 可以说是法国1年1度最盛大的展会活动。作为欧洲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加上爱吃且能吃的法国人，据统计，近20年每年的农业展都会有超1000个展商参展，吸引约60万人次来逛。展馆规模之巨大，一共分为7个场馆，囊括了从畜牧、种植、养殖、环境、能源、宠物和美食农产品等各种你能想到的和农业相关的行业。不过我带你们逛嘛，肯定是去逛农产品和美食呀。我们要去的一共是4个场馆，分为了法国本地展馆和世界展馆2个大区。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started。我觉得环球跟迪士尼就不过如此吧。进来就是一股面包香味啊，这个是法国面包协会的一个展位。这些啊都是面包协会退休的那些阿姨跟叔叔们，因为每年展会嘛，他们相当于就聚在一起来搞一个活动，烤一烤面包，然后推广一下他们协会。这些都是新鲜出炉的，你看烤炉里边都还烤着的，哇，好香哦！这个标志你们应该就很熟了呀。咱们有多少期甜点测评，评分的标准就是由这个面包工会出的每年的，比如说像蛋奶塔啊、苹果塔呀、可颂啊这些的评奖。排名，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啊是大巴黎区，也就是所谓的法兰西岛这个区域。整个场馆它是按照法国的行政划分的大区来布展的。但是说实话，大巴黎法兰西岛其实并不是法国农业的中心，不管是西边的布列塔尼、东边的阿尔萨斯，还是南边的波尔多阿基坦那边啊，农业都比这边发达的多得多得多。我们还是来看一看都有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吧。Ça c'est chocolat. Donc c'est fait à partir de poudre allemande et sucre, c'est ça？ 这个是很原始做法的马卡龙，你们可以看到啊，它是完全没有在意现在马卡龙的那种很平整的，然后拱的那种圆弧形的，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杏仁粉、糖烤出来的一个小点心。它中间也没有夹馅儿，但是你能吃到非常非常香的杏仁的香味。哦 ，chef 们在做一些小吃啊，正在煎鸡肉。Bonjour. Merci. Avec plaisir. 山羊奶酪。这个是红鳟鱼啊，红鳟鱼也算是法国产量非常大的一个鱼，然后它上面用了一点水芹菜的青酱来做点缀。好嫩哦，好吃。你帮我拿一个，没了。你们肉炒没吃到，对不起。哦，je peux prendre le dernier? Merci。来，就这个展台啊，它想宣传的概念其实是近郊农业，也就是说把大巴黎地区的这些原材料做本地的一些东西，就是避免了长途运输造成的这种资源浪费跟碳排放嘛。但其实我们不管这些，有吃的就行。哦，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Pardon, c'est du? C'est la vaisselle de chef. 啊，对个，这个又是山羊奶酪的，有点类似于酸奶的一种东西，它其实是白奶酪。太快了。哦，这个羊奶味好重哦。这个是一块鸡肉。哦，它居然是用姜跟酱油做的，这个口味好中国啊！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大巴黎地区这个展区可真牛逼啊！好，我们现在已经走出大巴黎地区了。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展区是 Nouvelle Aquitaine， 就是阿基坦地区。它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一块地区，可以说是法国农业非常丰饶的一块地方啊。现在我们去试试山羊香肠奶做的肥皂，这真的是山羊奶做的一切啊！不说 c'est du Fromage de chèvre, un fromage qui s'affine sur une feuille de châtaignier. Ah, c'est pour ça, c'est un peu coloré， 就特别有意思。它是把山羊奶酪放在那个板栗树的叶子上，然后那个板栗树的叶子就会吸收奶酪里边的水分，所以这个奶酪熟成口味就会特别的浓缩。À peu près, vous ouvrez combien de litres par jour? 400 kilos. 400 kilos. 400 kilos. 现开现吃啊，才是法国之生蚝的传统。
这个生蚝是雷岛的生蚝，是在法国西部的一个伸出去的一个半岛，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目的地。因为那边的自然保护区很棒，那边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当地特产。最有名的特产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边有鲍鱼田。然后他们那边的生蚝当然也非常的不错啊，因为说实话，生蚝养殖真的在法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直接给你们表演一个一口吞。其实法国的生蚝一般来说分为2种，一个叫 fine， 一个叫 spécial。这个是 fine 的，就是它的肉会比较瘦一点，比较鲜甜，比较自然的味道。spécial 是很肥美的，吃的是它的口感跟肥感。然后这个的话，你吃不到金属味，非常的鲜甜，很新鲜，很清爽的一个味道。来，这个是你们肉嫂的最爱。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金奖白奶酪跟金奖牛奶啊，这个就是法国每年一度的食品奖，农产品都可以去参与这个评奖。它有金银铜嘛，得到这个奖的，一般在超市里边的销量就会暴涨，因为这个其实是对他们口味跟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可。Merci。哦。他们这个白奶酪里边有7.5的蛋白质哦，这个蛋白质含量是超高的，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你酸奶3%、4%就差不多了。Passons aux sérieuses quand même. Goûtons. Oui. Ça devrait. Est-ce que je te le sers nature ou tu veux un poulet avec de la fraise, de la framboise, de la crème de marron, du caramel, du miel? J'aime bien la nature. 传说中的金奖白奶酪，让我们来尝一尝啊！哇，这个奶香味绝了！它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啊，就是纯纯的白奶酪，它有点类似于酸奶啊。它其实是把一部分乳糖水解过后，有一部分单糖在里边的，所以你能吃到这种甜感。然后它有非常饱满的这种乳脂肪的香味在里边。哇，这味道真的好香，是不是？Franchement, c'est le meilleur fromage blanc que j'ai eu. C'est fromage de chèvre dedans? Oui, à l'origine, c'est un gâteau qui avait été oublié dans un four. Oui, c'est pour ça que je me suis dit c'est cramé. 这个是法国西南地区非常有特点的一种点心啊，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奶酪蛋糕，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的烤法，它下面其实是一层黄油塔皮，然后它中间是填了很厚的一层奶酪蛋糕，然后烤很长时间烤出来的一个点心，所以你能看到它膨发的其实非常的高，然后里边是非常湿润。用的是山羊奶酪，奶酪的香味非常的浓郁。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呢？阿姨也跟我们介绍了，最开始它的配方源自于被遗忘在了烤箱中的一个蛋糕，所以它表面其实是烤焦了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意外，才有了这么一个美味。那我们现在来试一试。有一点点奶酪发酵的酸味，很香的奶酪味，它其实很接近于我们说的一个非常湿润的加了奶酪的一个海绵蛋糕。我真的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小点心的。我第一次到雷岛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每天吃一个，然后回家了之后，我也到处去买，到处去找。刚刚那个老板一激动跟我们聊了很多啊，他们一年要产大概200万个这样的蛋糕，我觉得真的有点惊到了这个数量。然后他也刚刚跟我说，他说有卖到加拿大跟北美地区的吧，不知道咱们国内地区的小伙伴有没有感兴趣的啊？Tu peux prendre un cornet s'il vous plaît. Donc ça c'est avec le jambon Bayonne, c'est ça? Ok, bah on va prendre le jambon. Merci, bon salon. 这个啊，就是香肠火腿的店经常会搞的一种，它就是一个小的甜筒一样，但它里面其实装满了香肠跟火腿片。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2024的银奖火腿，我们来试试啊。干香味很足，有很重的坚果的香气。它是18个月熟成出来的，但是它跟西班牙火腿不一样的地方啊，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猪普遍要肥一些，所以反油反的非常厉害。这个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一个干爽的瘦肉。单吃空口吃，我会更喜欢这个口感，因为肉香味会更足一点。真的是好吃的。它这个是绵羊奶做的奶酪，跟一般的山羊奶酪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它会多一点点酸味，但因为它是干式熟成的那种半硬质的奶酪嘛，风味真的非常的足，非常的足。这家不论是奶酪还是火腿，都是拿了23年跟20年的大奖的，真的是厉害了。Merci， 这个是黑松露的，
哇塞，头部好香，这个黑松露的味道在里边，而且黑松露平衡了它羊奶酪的那种稍稍有点那种刺激感，好吃好吃。想不想买一点？最后要了一片松露的奶酪和一个牛肝菌的香肠，不过它真的也是不贵啊，这两个东西才17欧。你们肉嫂吃了火腿之后说不行，我们要找点喝的。看到这家获奖的啤酒啊，让我们来试一下。你们肉嫂喝的也太开心了吧！肉师傅他不喝酒，然后我跟老板说，老板说 OK， 他不喝你喝，我你喝吧，他就接了一杯和我喝。笑死了。Merci。哇，这个麦香味好浓啊！不愧是金奖啤酒，真的。难道又有试吃的可以吃了吗？这排了多少人呀！我的天，哇，好香！他说这个是一个慢炖的羊肉，然后它配了3种酱，一个是柑橘类柚子的一个固力，就是凝胶，然后还有蒜酱。它这个做的真的好精致哦，这试吃能试吃到这种级别的东西。你看它羊肉是软嫩脱骨的，就你一入口，它的那个羊肉的那个鲜味就直接散掉了。但它的酱稍稍有点苦，但这个羊肉我觉得做得很好吃，可能是因为它柑橘类的皮处理的原因吧。比去游乐园还开心的肉师傅。那肯定的呀，走继续。这个布里欧修我一定要来试试啊！这个奶香味，黄油给的真的是有点太多了，稍稍有点腻，但是特别好吃，特别香，特别香。c'est le fondant à la châtaigne。这个东西有点狠啊，这个是栗子面粉做的巧克力熔岩蛋糕，太甜了，胰腺要报警了，比蒙布朗还可怕。好。下一站是诺曼底大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法国的地区之一。因为我之前在诺曼底上学，待了大概有3年左右吧，吃遍了那边的好吃的海鲜、苹果酒跟各种奶产品、奶制品，都非常的棒。走，你们肉嫂真的是见酒就来啊！这个是诺曼底的特产之一，苹果酒。但这个苹果酒，说实话，不论是这个标价还是这个包装，都算是很高级的苹果酒了。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我第一次喝到苦味的苹果酒。刚刚那个小哥解释说，他说第一，为了让这个苹果酒的气更足，所以他们发酵了更长的时间，他是给了3个月的发酵时间的。然后第二个，这个苦味会让苹果的香味在你的嘴巴里留存的时间更长，确实是这样的。Parce que si vous ne le dites pas, c'est le cidre, je pensais comme côté un peu vin blanc. Au intérieur, il y a un peu le parfum de pomme.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它的做法是参照白葡萄酒的做法来做的。为的是能够让苹果酒里边有矿物的味道跟很清爽的那种果香，因为他刚刚提到说苹果酒里边如果是那种农产的苹果酒的话，经常会有一种菌在里边，会给到一种很陈腐的发酵的那种味道，它是把这个给剔除掉了的，所以是一种比较新的做法，也难怪他们的价格卖的会比较贵啊，确实工艺上是上去的。可丽饼这个东西啊，就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地区开战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俩都在争说到底谁才是可丽饼的正统。说实话，黄油少了点，但这个巧克力酱没得说，很浓郁。然后这个能播？打个码吧，不然。Je vais essayer。法国甜点的一个老传统啊，米布丁。也许咱们国内的观众有一些可能不太理解这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用奶煮出来的稀饭，用的是做海鲜饭和炖饭同类型的原粒米，炖完了之后你会产生这种布丁的这种短短的质感。然后这个是香草味的，我们来试试。刚刚那个小姐姐跟我说，她说这个米布丁是炖了6个小时之后炖出来的，这个米它已经都化掉了，你到嘴巴里边，
它就像冰淇淋一样化掉的感觉，确实很好吃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生病了喝的那种甜粥，就那种感觉。来。Oui, deux verres, c'est bon. Merci. C'est parti. Ok. Encore un peu. Allez, allez. Hop. Ah, c'est sportif 啊！这个事情充分证明啊，劳动才有收获。Merci。这个是梨子跟苹果汁打出来的，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现在是在勃艮第地区，这个地方我相信就不用跟大家多介绍了吧。葡萄酒可以说是闻名天下，现在就让我们去看一看。谁想到这个免费试吃环节居然能有布雷鸡可以吃呢？这个大手笔啊！那我吃完了。我靠，它就跟我们认知中的土鸡一个道理，肉质特别的紧实，鲜味特别的足。皮是那种你能吃到它的肌龄应该是不短的，因为皮很紧实也很 Q 弹。它就是用的最简单的做法，是用烤箱烤熟了之后，上面给的是酸奶油的白酱，鸡的鲜味真的特别的明显。真的，它要允许的话，我可以把它这骨头全给它啃了。刚刚那个布雷鸡啊，它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种土鸡的品种，它一整只鸡可以卖到100欧左右的价格，真的非常的贵。Ouais, c'est bon, c'est bon. Oui, c'est super bon. 蜗牛跟夏布利白葡萄酒，这个才是勃艮第地区的特产中的特产。夏布利这个葡萄酒啊，我真的是超爱的，果香非常的浓，然后有矿物的味道在里边，很清爽，它又不会太干，它不会像干白一样发苦发涩。白葡萄酒中最好喝的品种，它这个壳都是用饼干壳装的，烤出来的蜗牛肉加蒜香、香菜、黄油。我一口下去没吃到肉那种感觉。它在烤箱里放的时间太久了，它蜗牛都烤化了。你们看啊，这个肉烤化了就这么点，你像在吃一个蒜香黄油小饼干，中间有丢的蜗牛肉。没错啊，你们现在看到的人最多的这一块，就是传说中的布列塔尼大区，法国最大的农业省之一。法国人都常说，你要去布列塔尼，如果你都还吃不好，那一定是你自己有问题。你看人家布列塔尼区的标语啊，布列塔尼传统艺能。哦，ça sent trop bon哦。他们真的好舍得加黄油啊！我的天，我看他那个刷子就夸往上刷。但我说实话，这两个饼饼一共是15块钱，其实一点都不便宜啊。当然这里是人家展会嘛，吃个热闹，吃个气氛。你们要知道，在周末这个摊位绝对是里3层外3层排满了人的。Merci， Bonjour， Bon salon。这个就是我们点的咸的可丽饼啊，它是用荞麦做的饼饼。本来之前去布列塔尼想给你们拍一个可丽饼专辑的，上次确实没腾得出来时间，下次有空的话一定给你们拍一个，因为布列塔尼的可丽饼真的太好吃了。我点的这个是奶酪加焦糖洋葱的，香死了。它黄油涂得多，饼饼的那层焦化层就特别的香，加上荞麦本身的香味，奶酪的香味跟焦糖洋葱的香味真的香死了。甜的你们肉少要的又是巧克力的，他真的只喜欢吃甜可丽饼，他一点都吃不来咸的。这比刚刚那个诺曼底的好吃多了呀！我刚跟你们说争论产地的那个话题啊，在我这我觉得可以终结了。诺曼底的那个葛字差太远了吧？布列塔尼的太好吃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猪肚肠啊，它其实是把猪肚这样一圈一圈卷起来，中间夹的有黑胡椒，然后再加了一点猪肉跟猪油，所以你能吃到 Q 弹的口感，然后还有猪肉它自己的那个风味。最后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坨啊，这一坨要12欧，有点点小贵，但是真的很好吃。这个也确实是布列塔尼地区的特产之一。这个啊，就是布列塔尼的罪恶之源之一，传说中的安曼黄油卷。它说白了就是一个黄油、糖跟面的混合体，没有技巧，没有情感，只有原材料。它的配方基本上是1:1:1的方式做出来的，一份面，一份糖，一份黄油，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它到底有多甜。它真的很香啊，真的很香。我站在这里闻得到它的黄油的香味，但是吃不了了。真的吃不了。你们还记得这是啥不啊？记得的话，在弹幕里边把它名字打出来。我们法国馆的故事就接近尾声了，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展台、哪个产品呢？弹幕留言告诉我。如果有勾起你的好奇或者回忆，也欢迎你来和我分享。其实逛下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发现，就是一路上我们遇到的所有人，大家都很开心。如果有关注国际新闻的小朋友可能会听说，前一段时间法国农民因为收入和生活问题，游行声势非常之大，连市政厅墙上都被喷满了牛粑粑。农业展开业第一天，总统马克龙来揭幕，也是差点被一众农民就轰了出去。不过当他们回归到展会，无一例外都开心的、自豪的介绍着用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美食，也传递着快乐和背后蓬勃的生命力。或许这就是美食存在的意义吧。好了，如果你们还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投币，一键3连，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更多美食，记得一定要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哦，对了，农业展还有一个世界馆，这个只是我们的上期，下一期我会带你们去世界馆看一看，那边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咱们下期再见。